25，是长公主殿下去司天殿求学的日子。有了许仙安，本公主就再也不用去司天监。公主，公主，这边，公主，这边，公主，公主，哎，公主，怎么了？你把气顺匀了再说。啊，许仙，他去了司天监。什么？今日是怀清去司天监求学的日子，他俩要是遇见，我岂不是穿帮了？ 嚯！我每次来阵仗都这么大吗？哎，宋师兄，下次要是再这样，我们见面可得换个地方了。我平日里的作风还是很低调的。与你无关，是长公主要来了啊。那真好，一会儿可以和长公主见一面，叙叙旧。你认识长公主啊？嗯，有些交情。这面镜子我大致了解了，里面隐藏着某种神秘繁复的阵法。 特别是这块破碎的玉石，依我所见，是地宗的手笔。地宗，当年赫赫有名的地宗，10几年前销声匿迹了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说。今日天朗气清，咱们游湖去吧。哎，华清，那个，过几日便是桑博庆典了，咱们的官服肯定做好了，我们回宫去看看呗。 我昨儿晚上梦见这司天监它爆炸了，我还是别进去了吧。啊！又来。好，将他抬到司天监，让医师好好看看。是。 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！许仙在司天监里。临安公主好像印了。再来2个人帮忙。这面镜子是你的，我不好认主，所以没有办法更深入的了解内中玄机。认主。 一旦认主之后，你便可进入镜中，一探究竟。
三不会就是我吧？师兄，你在哪儿？回答我。你不是金莲，金莲在哪儿？是死是活？你怎么得到这面镜子的？你是天地会的人。天地会，金莲，应该就是赠予我镜子的那个老头吧？这个9号称他为师兄，难道这哥俩是同门？我不是天地会的人，这个镜子是一个老头送给我的。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天地会的人？报上姓名。我就是个无名小卒。在下地宗子莲，前些日子收到金莲师兄的求救信号，得知他到了大凤京城，因为只有到了京城才能躲避天地会的追杀。可我赶到京城，却失去了师兄的联络方式。想必他的情况十分危急，才将这镜子给了你，以躲避天地会的追杀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舍弃玉石小镜？难道天地会的人能锁定小镜的位置？正是。师兄将此镜赠予你，是想让你替他驱灾避祸，去面对天地会的豺狼虎豹吗？意思把锅甩给了我只是个小快手。不，我只是个小小的打更人。在下认为，阁下不必趟这趟浑水。可否将镜子归还于我？必有重谢。好，怎么还你？我就在京城，随时可以交易。阁下想要什么？阁下不必客气。这个小镜物归原主是在下应尽的责任。不过当时你师兄告诉我说，此乃天地至宝，特以黄金500两的价格授予我的。我绝非索要钱财啊，只是呢，这个宝物归还原主，黄金自然也得物归原主。您说是吧？等价交换吧。好。黄昏时分，城北桂月楼，鸾凤和鸣雅间，恭候阁下。哎呀，不是，亏大了，答应的这么干脆，该要1000两的。3号，不要相信9号，不要回应，不要回应，不要回应。嘿，燕儿，我是属下有要事要禀报。讲。您今天很丑，我知道。不如往日肆意潇洒。那不还是拜你所赐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别说废话，有事说事。哦。这是何物？看似内有乾坤。此乃玉石小镜，地宗之宝。地宗？你确定是地宗？千真万确。兹事体大，随我去见魏公。见魏公。切记，说话注意言简意赅，诸事不得隐瞒。是。属下杨艳，属下许西安。有要事禀告魏公。区铜锣也想见魏公啊？事关重大，他是直接禀报人。让他进来。启禀魏公，铜锣许西安有要事禀告。
杨，启禀魏公，此境关乎地宗，还请魏公过目。地宗哪里来的？公主，哎呀，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快去找御医！别找御医了，我都快被司天监那群医师给医死了。你进了司天监？嗯，刚才我与怀庆在司天监门口纠缠了半个时辰，终于脱离，就被他们抬进了司天监。你不知道，我一进司天监，怀庆就叫来医师为我渡气。怀庆公主给您找医师？我看他就是故意报复我。我一进去就被那些医师折腾了几个时辰，这才脱身。公主辛苦了。幸好假扮怀庆的事情没有被发现。这都没有被发现？这许仙竟不在司天监。他不在司天监？那公主这一趟不白忙活了吗？您慢点。他近日有些古怪，派人盯着他。是。是他，500两黄金。小人只是在合理范围内谋求利益。你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做得不错。全赖达根然衙门的教导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与之交易啊？此事关乎地宗，贸然出现在我大凤京城，属下担心会对我大凤不利。思来想去，个人利益事小，大凤安全第一，所以还是应上报此事。找死吗？魏公面前不要隐瞒。魏公明鉴，属下其实是怕死。讲。属下本想去桂月楼与之交易，谁知道你是谁？为什么说9号不可行？你是天地会的人？是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说9号是疯子？9号是地宗的人，他们是一群凶狠残暴的疯子。你若信了他的话，恐有性命之忧。可是9号刚才说你们是疯子啊！他是骗你的。不是，我怎么知道你不是骗我的呢？再说了，刚才9号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出来跟他对峙啊？3号小径之前被地宗的人封禁了，断绝了与我们之间的传输能力。我也是通过秘法，才能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联系你。我的时间也不多了，阁下不必趟这趟浑水，只要你将御史小径还给我们天地会，在下必竭力护住阁下的性命。什么意思？保我的命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9号是一个凶狠残暴的人，你知晓了他的行踪，他定不会留你性命。那我不去交易便是啊，他能拿我怎么样？地宗之人
能通过玉石小镜锁定你的位置。那我把镜子扔了便是。你法器已然认主，就算扔了，凭地宗的能耐，照样可以找到你灭口。所以你就想到了我们。事关地宗，哪个人肯定会有兴趣。找魏公施以援手对付他们，一方面可以免去性命之忧，而另一方面又可以落个禀告之功。你这买卖做得挺精啊！小人只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谋求利益，无耻。杨艳，属下在。趁着天光，你去看看。是。帮主，幸不如命。你带回来一个敌人。杨艳，为青衣神殿的狗，少管闲事。我若偏要管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许家，还杵在这干嘛？出去。好，属下觉得这屋子里面有点阴冷，待我添一点这铜炉便走。不用，你放下，我来。哎，不，这种杂活小人来就行，小人来就行。真是个天生的烧火匠。过奖过奖。白骨阵，我的百鬼阵，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纵使你是四品武夫，也得生生耗死在里面。
唉，这样舒服多了。红皮铁骨，为何还不还手？我在等我的枪。他来了。 行行，摆正，哎，回来点，行，可以了。魏公，这2位是我春风堂的同僚，铜锣宋霆锋是，铜锣朱广孝有，参见魏公。有了2位了，不老。属下先行告退。去吧。哎。启禀魏公，属下好茶，闲暇无事之时，便打造了这尊茶台。今日刚好让魏公品鉴一二。此茶台有何殊意呀？此茶台由玄天大理石打造，方中有圆，低调奢华，其上雕刻绿植青松，其下可放盆景熏香，主打的是一个雅致的意境。下至炉火，这样把茶壶放在上面便可烹茶。这个小机关是属下借鉴了司天监的工艺制作。这有什么用？不还是得倒水烹茶吗？非也。魏公，劳驾您轻按此处。如此一来，魏公即便是在观书，也可随手将茶烹了，岂不方便快捷？此为方山崖鹿、君山银针、太平猴魁、大凤小青柑，皆非凡物，是属下这段时间精心搜集所获。好，这是为魏公准备的茶点。打工人第一要领：洞察领导和客户的需求，投其所好。还是有些巧思在里头的。是以，我为它命名为“功夫茶台”。好。地宗高手，果然不好对付。茶香强烈，细腻绵密。喉韵明显，余味回甘。魏公，您这茶是从何而来？相比之下，属下今天带来这些可真是班门弄斧了。你若喜欢，稍后让小柔给你装一些带回去。那多谢魏公了。不如这样，这个茶台就充作卑职的谢礼，留给魏公。你这破东西，魏公才不稀罕。啊，非也。寻常人不识货，但在真正懂茶人的心中，犹如宝刀配英雄，遇才见锋芒。此茶台放在魏公的茶室，
方才相得益彰。妙，小柔，快去取些茶叶来吧。是，魏公。你受伤了？魏公，属下回来了，是被阴神所伤，并无大碍。但属下无能，没能拿住那贼人。地宗阴神无影无形，不怪你。最先与你联系的确实是地宗的人，对你存了必杀之心。不过人我已击退，你暂时不会有危险。多谢杨金罗。近段时间，派些打更人的暗桩在徐家附近盯着。是。镜子既然认你为主，就先由你保管吧。多谢魏公。魏公，那贼人已负伤，还请魏公许我召集麾下银罗，搜查京城各处，定可将他拿住。不必了，自会有人去寻他。师弟，别来无恙。师兄啊，徐大哥，徐大哥，你可算出来了啊！哎，不是，你们二位都比我大，这么叫不合适吧？不是，大者为兄，大者为兄啊！多亏你，我们才能一睹魏公之风采。您放心啊，您这份恩情啊，我们铭记于心。今后有事尽管吩咐。哎，你快跟我们说说那好奇楼怎么进去的？其实很简单嘛。许其言，啥时候来的？咋个没有人知会我呀？那个，宁燕，你是从好奇楼出来的？我哪能啊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路过，闹肚子了，顺便上了个茅房。这好奇楼上茅房，不仅上了茅房，还与魏公对坐品茗，聊得不亦乐乎呢。长公大人，李川，你这下属机灵活泛，才来打更人几日啊，就与魏公交成了忘年好友。这样，你直接把春风堂开到好奇楼里边来，省得我们这些金罗银罗越俎代庖的代为通传，那不纯属碍眼吗？继续努力，千万不要管什么打更人制度，更不要管什么春风堂，只要魏公欣赏你，我们又能把你怎么样呢？阴阳怪气。头，你应该听得出来啊，他是故意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魏公送的啥？魏公送的
卷宗整理不好，今天谁都别回家。哼！徐兄，来，您别累死了。您那个坐，找地坐，你坐，我们来。卷什么走啊？来，去这边。大这为行。哎，放松点。小臂。553，公主这是554，吃了多少？555，动了多少气？556。没用的东西。干啥？接着。我现在等是不是来不及了？公主，我们实在是不行了。您看看大家，这一个个都不行了。公主现在觉得身体怎么样了？本宫觉得，我的胸腔内仿佛有一团烈焰在奔涌，汹涌澎湃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不，公主。这些日子，为了不让许仙发现端倪，咱们本就晨星夜没日奔波，白天司天监这处更是搞得惊心动魄的。您药效持久，可是咱们整个韶云宫都已经累到气球生烟了。哎呀，本宫知道你们辛苦，本宫也累啊。这段日子假扮怀庆，今日见着他，都觉得他可爱了几分。但诗慧为时尚早，现在放弃不行。来，继续啊！来，各位，公主，虽说如此，但是咱们再这么下去，恐怕我们都熬不到诗慧了。这如今呢，诗也够了，咱们要不然和他算了？不行，这次可能凭借他拔得头筹，那下次呢？下次呢？如若那许七安又跟了怀庆，为怀庆做了好事，那我们岂不是又要被怀庆压一头了？我们的努力不是付之东流了吗？那公主的意思是？我说不然，咱们就想个法子，一不做二不休。坑子，你如此面善一小姑娘，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没有公主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们彻底招募她，这样就算她发现了本宫身份，也会忠心于我。可是，她对长公主死心塌地啊！那又怎样？有志者事竟成，何况是人，就会有缺点。来吧，接着来！哎，不，公主。学我呢？哎，刚子，我看见了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快点！哎，累死了！好在慈舅嘴里面套出了魏公的喜好，这才和魏公搭上线。这日后内有魏公庇护，外有长公主罩着，大凤京城我不横着走，嘿嘿。冷静，是我。哎，咻！
自上次投湖谈一别，小友还只是九品炼精境的武夫，现如今已到了炼气境。果然是福星高照之人呐！老头，你私闯民宅，不会就是来恭喜我这个吧？我来只是告诉小友一句，在下的师弟子莲已然羽化，小友再没有后顾之忧了。等会儿，所以你是来收走玉石小径呢？这是在下师弟执掌的9号小径，现在我已经收回。至于你手上那面，就当是在下邀请小友加入天地会的贺礼了。天地会，玉石小径本为一体，我将它们一分为9，彼此由秘法相连，形成互通。在下分别赠予了7个不同的人，于是便有了天地会。现如今加上小友，这天地会就又齐全了。老哥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？我不过是个刚入炼气境的小铜锣。小友不必过谦，在下早就说过，你是福星高照之人。还请老哥解惑。我早就说过，小友是身背大气运之人，是以当日便相中了你。只是其中这来源嘛，我无论如何也参透不了。倒是当日马车之内的女子，气象瑰丽万千，神华内敛，世间少有。小友赠她一枚手串，你们2人必定会有一番渊源。小友还在犹豫什么？你放心，即便你加入了天地会，你所做之事也不会受到约束。在天地会之中，包括小友在内的8人可都非池中之物啊！现在你们虽身处五湖四海，但早晚会有相遇的一天。莫不如早点加入天地会，结下香火之情，以免将来天骄相争，出现死伤。倘若真的如这个老头所说，天地会里个个都是天之骄子，那么我混在这个圈子里边，岂不是就能轻易的打入高层次的人脉社交圈？好，我同意加入天地会。如果将来需要什么帮助，可以通过玉石小径向我求援，也可以向其他成员求助。如果他们在进城的话，对了，互帮互助是成立天地会的宗旨。另外，小径持有者以小径序号为名。喂，有人吗？什么情况？不应该恢复联系了吗？诸位，终于恢复联系了。3号，我通过小径联系道长，从今年道长处知晓了大概。多谢你此次助道长化解此间危机。小事一桩。6号，也多谢你提醒我。否则，我现在已经中了子莲的毒计。不必客气，不过举手之劳。有一段时间没有关注境中传讯了，谁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哼，你自然没空，毕竟每天还要忙着修道、炼丹、伺候狗皇帝。2号，
注意你的言辞啊！我们有言在先，在新人面前不能透露彼此的身份。你快算了吧！当初6号进来的时候，你上来就报我身份，我这叫一报还一报。我不过是无心之失，而你是刻意为之。哎，对呀，我就是故意的。怎么样？你打我呀！3号，我告诉你，这4号就是大凤灵宝阁首席大弟子仁宗圣子楚元稹，你听清楚了。3号，告诉你啊，这2号就是飞燕女侠李妙珍，人称天宗圣女，就是她，记住。厚颜无耻！这俩人给我等着！神经病！来了定人叫你有来无回，谁怕谁呀？看我如何取你手机！飞燕女侠们把你那小翅膀给折掉。来呀，来折啊！啥也不是。来，你过来。聒噪。哟，1号出现了，我还以为你只会躲在镜子后面偷窥呢。震动声声，我小耳不听为轻有难。对啊，3号初来乍到，不要将人家吓跑。3号，你在京城哪个衙门当差？我可不是2号跟4号，人在江湖，当然得给自己披个马甲了。当差，京城衙门不过是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罢了。那你是读书人？3号，虽然道长同意你加入天地会，但你也首先得赢得我们的信任才行。天地会有一条准则：今日事，此处必。这里的任何消息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，都不能透露给外界，此是共识。放心吧，我嘴很严的。对了，1号，近来京城局势如何？啊，周侍郎落马，争斗开始了。不过周侍郎下台啊，颇有些荒诞无稽。起因是因为威武侯之子的私怨，后揪出了贪污税银一事。切，我怎么也得露一手，彰显一下自己的水准。确实如此。诸位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咱就散了吧。明日我还要上山剿匪呢。3号，都待这么长时间了，可否告知尊姓大名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陈俊南。诸位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咱就散了吧。明日我还要上山剿匪呢。3号，都待这么长时间了，可否告知尊姓大名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陈俊南。这是你列的？是。倒是有些巧思，讲讲吧。可以看到，天地会的核心成员共9人，同时也是御史小径的持有者。以这个小径的编号为序，1号身在京城，初步看来背靠不小的势力，疑似朝廷的人。而这个6号，性格耿直，很好相处，应该是个不错的突破口。这个3号，英俊潇洒，性格幽默风趣，赤胆忠心，刚正不阿，身份打更人铜锣，真是在下。至于这个5号、7号、8号，到目前没有说话，尚无从判断。2号李妙珍，身在云州，热衷于剿匪，号称飞燕女侠。这个4号楚元稹是灵宝阁的大弟子，这2人针锋相对，貌似结怨已久。楚元稹，仁宗圣子啊！哦，魏公识得此人？这个李妙珍应该就是天宗圣女，天人之争由来已久，此2人必有一战。金莲成立天地会的目的，可有问到？金莲说，地宗道手入魔，于是他便组建了天地会，将御史小径分别赠予分散在天下各地的天之骄子，并扶持他们，望将来清理门户时能够获得助力。地宗行踪隐蔽，打更人至今还不知晓功德入魔的内幕。他明明知道你是打更人，却毫不避讳，
你觉得这是为何呀？魏公的意思是，今年道长是以我为媒介，想秘密与您达成结盟。日后，你就是打工人在天地会的碟子，负责跟踪地宗的动向，必要的时候，衙门会给你一定的帮助。是。你现在已经练气经了吧？可以尝试修炼绝学了。回头我让李玉春陪你到藏经阁挑一件。你是惯用刀还是剑呢？都行。刀。挑选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简单纯粹的刀法，所有复杂和花哨的一概不要。你要记住，武者和其他的体系不同，没有太多的神意，只有怪力，因此武者越简单越好。将来你踏入更高的境界，就会明白这个道理的。多谢魏公指点。你娃可以哦，又进好气头了啊！哎，魏公主动召见我的，我也没办法呀，头。哎，来这边请啊！不用，我来。暗毒库总共有407部刀谱，全在这里了。你是不是想问我，这里面哪一部刀法最强了？哼，绝学分2种，一种是技，一种是道。后者嘛，你就别想了，前者嘛。没有强弱，只看人。这个是我研习的刀法，你要不要告一下啊？72式。挑选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简单纯粹的刀法，所有复杂和花哨的一概不要。头儿，我觉得这个刀谱过于精妙。以我的功力啊，恐怕驾驭不了。哼，莫说是你，这里面的内容，就连我现在也没完全参透。你自己好好选一选吧。是。火云神功，真有这东西啊！九龙鞭法，南宫倩柔不会学这个吧？力劈华山136刀，什么华山劈这么多刀啊？哎呀，还没选好啊？哎，有没有新入库的绝学？刀谱我知道是。前2日司天监送了一部绝学，特意叮嘱我去适配法器，方能发挥其效力，否则就如同废纸一张。哼，法器，那可是金罗以上才可以驾驭。兄弟，麻烦拿过来一下，我想观摩学习一下子。好。一刀。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刀斩不断的，如果有，我的建议是逃跑。武者迎敌，最忌自乱阵脚，咋个可以轻易逃跑？一刀斩下，无愧于心，天地可断。这世上真有可以开天辟地的人？绝无可能。就算是镇北王亲临，也绝无开天辟地之能。我看此说，就是故弄玄虚，物非所值，况且不适合。再看看别的吧。我倒是觉得适合我。你有法器？没有啊，但保不齐以后会有嘛，提前备着也无妨。机会只有一次，考虑清楚哦。不必了，就他了。
天地一刀斩。正是，我也劝过他，此绝学需适配法器，让他不要白白浪费这个机会。可许铜锣还是选了这本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怎么？还有事？许铜锣得知此绝学需300两纹银购入后，说今日钱没带够，改日补上。我看那样子，大概是不想给了。从他月俸当中扣吧。是。司天剑。老师，以魏公的谋智，我们这般动作，他应该会有所察觉。无妨，反正我们也瞒不过他。还真瞒不住你啊！果然是怀庆公主您授意，我就说，今日这秘籍来的也太巧了些啊！本宫之前造访司天监，叮嘱了监正，让他暗中照拂。你虽已知晓此事，但行事仍需低调。今日之事，万万不可与外人道之。你非司天监人士，监正暗中偏袒，为民易损。今日之事，今日发生什么事了？属下好像失忆了，对今日之事不记得。上道啊！哦，你这机灵劲儿，今日请你喝酒，坐。刚子，你也坐。像怀庆公主这种恭俭仁厚、尊贤使能的民主可不多见，能追随您，属实是在下的福气。来，我打一圈，打一圈。先从公主开始，感谢您对在下的栽培，先干为敬。来，刚子，到你了。这个论职位，你是前辈，多多关照。先干为敬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跟随我，是因为我重用赏识你？那是自然。那如果有人更赏识你，更重用你，即便不是怀庆，你是否愿意追随啊？哎，怎么可能？我虽称不上饱读诗书，但也懂恩以为报，绝对不会做那种背主仇荣之徒。别那么紧张嘛，我就随便聊聊。如果我答应呢？您也答应啊？我也答应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不算背主求荣之徒了。那你是否愿意跟随旁人呢？这么说吧，什么条件下你愿意不跟随怀庆，跟随旁人呢？我明白了。哎，你走干嘛呀？公主既已另寻良人，又何必出手挽留？您放心，我会将这段时间公主对我的种种恩情默默放在心里，不做打扰。如此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！阿姨，许仙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我都说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呦，不是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随便说说的。随便说说，您让我改投别人，不是对我已然厌弃，是给在下保留最后一丝体面吗？分手应该。喝了点酒是想唱歌？我发誓，我若是对你厌弃，我就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善终。我许西安也发誓，我对长公主一片担心，无论日后天高水长，荆棘遍野，亦将不改初衷，为长公主马首是瞻。
甚好，甚好。若是日后我背叛怀清公主，改投别人，就让我许七安天打雷劈不得手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起来吧。正好，公主，我这几日灵感骤生，偶得佳作，还请长公主品鉴一番。改日吧，你可以走了。啊，不是酒还没喝完呢。滚！好嘞，那就不打扰了。怀庆，一天到晚净是怀庆。公主，这样也不是办法。这许七安对怀庆公主倾慕似火，如今她能甘心归顺？倾慕似火，那就灭了他。还好啊。哎，你们说，这人和人之间如何才能建立那种牢不可破的信任？那多简单呢！你在那就叫放肆，喝点小酒，那关系牢不可破。对方段位太高，当不了饭茶。那不如任劳任怨，徐徐增进感情。不是，我都给他当牛做马了，还不够吗？他现在对我还是百般试探的。王兄，你看见了吗？吃个饭的功夫，那是为了前途还努力呢。咱俩呀，差得远呢。要不是说进好奇楼的是他呀。老板，客官，您吃好了，不用找了。哎呀，好嘞，谢谢您。上回打麻将欠我2两啊。好像啊，什么好像？您手里这银呢，还我的。我最近经常丢银子，啊，就丢那2钱银子。别说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上面写你名字了，你给我看。你看，我就说这么眼熟呢，它就是我的。真是。宁燕呐，你这银子从哪儿捡的呀？怎么回事啊？红光是在向我们示警，通常是搜捕或缉拿的情况，可能是那艘打更人兄弟遇到了可疑的人，才让他跑了。看着红光的距离，应该离我们很近。兄弟，什么情况？平远博被杀，负责该区域的2位同僚也被击伤，贼人由秘书逃脱，暂时不知所踪。平远博，伯爵被杀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走！兄弟们，撤！诸位，我是6号，我在京城遇到麻烦，能否相助？6号，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我被困在内城，正在面临打更人的搜捕。不是吧？打更人还没有发现我，但不出1个时辰，4天间的术士就会赶到。到时候，我在劫难逃。可是我距离太远，鞭长莫及啊。6号，要不然你想一想，如何武力突围？不行，距离城门太远，沿途还有打更人和御刀卫巡夜。再说，出了内城，还有外城。你身上可有隐匿气息的法器？没有。贫道这里倒是有，只是无法送到你的身边呢。道长放心，若我难逃此劫，我会将小静留在原地。明日你循着气息找来便是。6号，你说的什么丧气话呀？你问问1号，他在京城。1号，可否相助？你干了什么事儿？我杀了平远博。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。 1号，同在天地会，能帮则帮。我相信6号不会随便杀人。 6号，你帮过我一次，我也可以考虑帮你，但是你得告诉我你杀害平远博的原因。他如果是个好人，我就帮他一把，借此在天地会立个威；要是恶人，我可以先获得他的信任，知道他准确位置后，交给打更人，换取功劳，反正我都不亏。你可以不说。 但是你想清楚，
现在能帮你的人只有我。6号，3号他既然愿意出手，你就别再隐瞒了。对啊，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想让人帮忙还不拿出点诚意？ 1年前，我的师弟失踪了，我怀疑他是被人拐卖，以秘密渠道送出京城。我经过多方打探排查，最终锁定了一个睚眦组织，而这个睚眦组织的幕后东家就是平远伯。所以你是愤而杀人？我潜入平远伯府中，逼问我师弟下落未归，便将其斩杀，超度罪孽。 哦，原来是个愤青，其实可以举报平远伯，杀人就实属不智了。以利犯禁，你为何不报官？哎，你看看，这1号就理智多了。废话，报官有用的话，那平远伯早就死了。官官相护，举头3尺无神明，公道自在刀中。这2号。 比6号还冲动，我是有原因的。1年中，我救了许多的孩子，他们大多身体残废，忍饥挨饿，饱受摧残折磨，匍匐在地上乞讨。若是能够讨得一些赏钱，回去便有一口冷饭；若是讨不到银子，就只能朴实荒年。 那些孩子现在在何处？我将幸存下来的孩子安置在安济馆。后来我才调查到，他们都是被睚眦组织从各地拐卖而来。6号，你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平远伯暗中培养睚眦组织，在京城贩卖人口，谋取暴利。他们将那些拐卖来的孩子和女人。 卖去青楼，卖去黑作坊，培养成窃贼，甚至是残害肢体，以供赏玩。所以，就算是没有我师弟的事情，我也绝技不会放过我。只有将其斩杀，才能捣毁睚眦组织，让更多的人幸免遇难。 好，杀得好！此等败类，留着何用？不错，6号所为实乃吾辈之楷模。3号，这次你如果能救下6号，他日相见，算我欠你一次。也算我一个。3号，愿你能施以援手。虽说事出有因，但杀害伯爵事关重大，从大更人手底下救人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无论谁出手，都必定惹祸上身。 给诸位带来麻烦，也实非我所愿。在下一人做事，一人当。6号，你现在在哪？你们去这，2个去那边，剩跟我走。 查仔细一点，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。是。
正气加持，可屏蔽杀气。3号是云麓书院的人。金刚杖，这哥们儿是天域人。 奇怪，血光怎么不见了？春风堂宋凌风，春风堂朱广孝，拜见将军罗。是否发现凶徒踪迹？我们沿街搜查，尚无发现。我这边没有任何发现。几位大人，血光确定出现在这里。你是在质疑我们吗？不敢。 那下面搜过吗？没有。你们春风堂的人做事就这般大意吗？江大人，找到了。 老大，似乎是某种法器。水渠中怎么会有法器？莫非是凶手落下的？回去上报。是。慢着！ 哎，许公子，哎，还真是许公子啊！许公子啊，许久没去司天监了吧？宋师兄老念叨您呢。就是啊，许公子，改日请一定要来司天监喝茶。我们呀，都还等着向你请教炼金术呢。炼金术？改日吧，我执行公务呢。哦，行。大人，此物是我的。你的？你是何人？哪个堂的？ 他是我们春风堂的，他叫许七安。大人，此物是魏公给我的，现在可否物归原主？为何在沟渠之内啊？我刚才闹肚子了，可能是那啥的时候滑出来了。大人若是不信，可以向魏公求证。几位大人，我们打更人的这位同僚，你们认识？哎，我们认识他，他未必认识我们啊。怎么说？宋清师兄，你们知道吧？监正大人说过，他是100年一遇的炼金术天才。 但是宋清师兄最近常说一句话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这许宁业，真乃武师也。明日你去趟春风堂，把这小子给我要过来。是。徐大哥真有排面啊，真给咱春风堂长脸了。闭嘴吧，人还没走人呢。怕什么呀？徐大哥在呢。 他一个区金罗能把我们怎么样啊？哎，你看他刚才炼金术，我们有牌，我惹不起，我先跑。笑什么呢？大人，偷懒扯淡，赶紧给我上！哎，好，快走，别笑了，快走。3号，怎么把我扔在这种地方？
来啊！哎呀，搜了一晚上了，一无所获，就抓俩小毛贼。不错了，至少能连赢5000赏银。也不知道这6号怎么样。哎呀，一会儿还得回衙门汇报啊。宁燕，要不要一起啊？我有点事儿，你们先回去吧，下午衙门见。哎，这人6号，怎么了？就是一个书生。不，他不是书生。你看他穿的衣服，肯定就不是他的，一点也不合身。而且他脚步略显虚浮，好像经历一场鏖战。而且，他是从内城出来的。难道说？不错，他一定是。去了教坊司了。我也想去教坊司，但今天晚上能去吗？我太累了，犒劳犒劳。走吧，回去歇着吧。哎，要是去教坊司，我一点都不想歇。哎，兄弟们，这都什么时辰了？你们不用汇报吗？早汇报完了。哦，那接着搜捕人犯。那上头没发话，我们着什么急啊？不应该啊！按理说这事儿影响不小啊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平远伯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魏公巴不得这些蛀虫赶紧死个干净。魏公是这样的人啊。你这个东西烤完了，赶紧挪开，烫屁股。属下连夜带人搜查了平远伯府周围，在内城之中所有可能藏身的民宅客栈，都未发现凶徒踪迹。司天监的白衣也未观望到杀人后的利息，属下无能，愿魏公降罪。江大人真是好本事，有司天监的人帮忙，都能让人在眼皮子底下跑了。你可知道，现在朝廷上的各路牛鬼蛇神都在等着看我们打个人的笑话。属下即刻加派人手，扩大搜寻范围，在今日之内定将此凶捉拿归案。好了，查了一夜，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是。敢问魏公，近日可将法器赠与他人？有话直说。属下另有一事向魏公禀报。义父，平远伯之死，刑部也在秘密调查，恐怕是想抢先找到凶手，趁机攻击打更人办事不力。打个人都查不到线索，那帮子废物能查到什么东西？参见魏公，许通罗求见。属下有要事禀报。讲。魏公，属下有要事向您单独禀报。怎么，你一个小铜锣还要把我们屏退啊？下去吧。下去。上来说话。是。天地会的事儿，是平远伯的事。杀死平远伯的是天地会的6号。理由呢？
私放人犯，同罪并处，你疯了！属下知罪。属下自知罪孽深重，才在惶恐一夜后，终究逃不过良心的谴责，主动向魏公坦白。是杀还是要流放，全凭魏公做主。属下今天与同僚闲聊时，才得知魏公被陛下责难，被朝堂诸公抓住把柄，趁机攻击。再想到魏公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住口！恩重如山，太过分了。直接讲原因吧。平远伯暗中培养伢子组织，贩卖人口，谋取暴利。伢子们拐骗孩子的女人，卖去青楼，卖去黑作坊，培养成窃贼，甚至残害肢体共作手段。就连卑职听闻后，也恨不得诛之而后快。起来说话。是。许谦，你对天地会了解多少？对地宗金莲了解多少？根据调查，平远伯确实养着伢子组织，但那个6号真的为了所谓的师弟，他没有其他的目的吗？也许平远伯涉及其他的事情，也许伢子组织做了什么事情，招来了杀身之祸。这一切的一切，你都想过吗？他在教我做事，是真的想栽培我。魏公教训的是，不管怎样，这件事你不要再管了，我会派其他人去调查。你继续潜伏在天地会，近期内主要的目标就是摸清每一个人的身份，还有保护好你自己。属下一定全力以赴。岂有此理！堂堂金罗被手底下的铜锣越过，他显然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他挑拨离间，你倒是给些面子。他什么资质你清楚，魏公想培养他你也清楚，那你想怎样呢？可是他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你也清楚吧？哦，但他在我的麾下，那也是事实。好你个杨艳，你给我等着！慢走。慢点啊！哟，恒源大师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哦，我去办了点事儿。这堂内已经揭不开锅了。我会想办法解决银子的事儿。6号，6号，6号，你安全了吗？怎么样？你安全了吗？一晚上没消息，我都不敢问。多谢惦念，
暂时是安全了。那么，是3号救了你吗？是。多亏了3号，我才能脱身。这3号怎么还不出现啊？不会出事了吧？3号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出事。3号，6号，我得到的消息，打更人掌握了来历不明的线索，他们会继续调查你，你要做好准备，及时防范。多谢提醒。嚯，3号不仅救了6号，还深入了打更人内部，实力果然不容小觑。6号，现在3号来了，你可以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得救的了吧？3号，我能说吗？有何不可？君子坦荡荡，讲。好，是这样，3号给了我一件如山，帮我屏蔽了杀气。没错，但是光屏蔽杀气还不够。随后我又把6号带到了一个隐秘的客栈藏身。纵使如此，打更人搜查严密，你是如何躲过的？当然躲不过了。果然，打更人还是发现了6号的踪迹。哼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得亏我早有准备。你做了什么？我提前找6号要了他的外袍，披在身上，破窗而出，吸引了在场所有打更人4天间的注意力。6号这才安全的在镜子里面度过了整晚。是不是呀，6号？啊？哦，是吧？看来这个6号还有点眼力劲儿，可以讲。厉害啊！3号这招灯下黑玩的真溜。3号，你又是如何躲过搜查的？实不相瞒，我现在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搜捕了一整晚，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对我的追捕。那你身上可还有屏蔽气息的法器？大儒给的如山只有1件，我给了6号。哎，看来现在我只能等戾气自行消散。如果在此之前我被捕，大家请放心，我定不会供出6号以及天地会的大家。3号，为了6号，你居然……士为知己者死。6号之前的一番话，感人肺腑，振聋发聩。像6号这样的正义之士，他就不应该被抓，更不应该被那帮打更人严刑拷打。我作为6号的同道中人，这些就应该由我来承担。放心，纵然生死道消，我亦无怨无悔。镜下满了回纹，风险来几跟前，风吹熄我提灯，黄河上朝泉门，一声声萦绕冬天。一如我这般人，嘲笑如若金凌晨，风此来不休多闻，暴雨内似寒剑刺了，望那漫天纸屑为山踏尘，这一步一西风，明日书相争，这不与他争论，逍遥人不斗恨，笑那个路人。为若要我黑白不分，黑路只属我的走。我来找何人？可不心怀大人？天高物照夜深，只有我心飞着。这光明为社，我不爱成为尊，将我傲意精神。善意之行为的少年为风，镜下满了回纹，风险累积跟前，风吹熄我提灯，黄河上朝泉门，一声声萦绕冬天。敌作我这般人，嘲笑如若金凌晨，此来不休多闻，风雨梅色海泉，此刻我万马奔腾，视线为山踏尘，这一步一西风，明日书相争，这不与他争论。逍遥人不斗恨，笑那
这个路人，为若要我黑白不分，态度战术我能否？管他来者何人，可不心怀大人，天空雾罩夜深，只有我心飞着，这一波灵为射，我不问这为君，这我傲意精深，下一句行为少年为风。管他来者何人，可不心怀大人，天空雾罩夜深，只有我心而飞着，这一波灵为射。我不问这为尊，江湖豪义精深，少年生来向云峰。管他来者何人，可不心怀大人，天空雾罩夜深，只有我心而飞着，这一波灵为射。我不问这为尊，江湖豪义精深，少年生来向云峰。